几千年来，人类为了治病救命，什么方法都试过，吃丹药、吸药气、抹药膏。我是你们的新朋友敏感，点个赞，点个订阅，支持一下。但真正能称得上彻底改变医学进程的药物，其实屈指可数。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其中7种对医学产生深远影响的神奇药物，它们背后的故事也许会颠覆你的认知。胰岛素，原来发现者另有其人。说到胰岛素，大多数人会想到加拿大科学家班廷和他的助手贝斯特，他们因为成功提取胰岛素，挽救了无数糖尿病患者的生命，被誉为医学史上的英雄。但你可能不知道，在他们之前，其实还有一位默默无闻的先驱者，名叫尼古拉·保列斯库，来自罗马尼亚。早在1916年，也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，保列斯库就已经从动物胰腺中提取出一种他称为胰素素的物质。听起来是不是跟胰岛素非常像？没错，极有可能就是同一种激素。可惜的是，保列斯库刚刚有了重要发现，就被征召入伍，奔赴战场。直到1921年，他才终于把研究结果发表出来。但就在第2年，加拿大的研究团队率先在国际舞台上亮相，发表了类似成果。结果呢，他们成了家喻户晓的诺贝尔奖得主，而保列斯库却被历史的尘埃掩埋，鲜有人知。所以，胰岛素的发现者到底是谁？这段医学史其实比我们以为的更复杂，也更令人唏嘘。1899年，德国的法本染料公司，也就是后来鼎鼎大名的拜耳公司贝尔 AG， 推出了一种神奇的止痛药阿司匹林。谁能想到，这个当初默默上市的小药片，后来竟然成了全球使用最广泛的药物之一。拜耳公司把阿司匹林的功劳归于他们的化学家费利克斯·霍夫曼，说他合成出了纯净的阿司匹林活性成分乙酰水杨酸。不过，这事儿并不像听起来那么简单。多年后，另一位曾在拜耳工作的化学家亚瑟·艾辛格鲁恩站出来揭老底了。他声称，真正发明这个合成方法的人其实是他自己，霍夫曼只是按照他的方案去操作而已。当然，拜耳公司到今天也没松口，坚持认为发明人只有一个，那就是霍夫曼。到底谁才是真正的幕后英雄？这段历史公案或许永远没有定论，但阿司匹林的确从此改变了人类对疼痛和炎症的处理方式，也为现代药物工业拉开了序幕。20世纪50年代，有一种药的出现，被称为精神药理学革命的起点，它的名字叫氯丙嗪，也叫芬乃净。在它问世之前，精神疾病的治疗几乎就是看天吃饭，用冷水澡、束缚带、电击疗法，怎么折腾都治不好。而氯丙嗪的出现，让精神科医生第一次有了真正能管用的药物。效果有多强？到1964年，全世界已经有超过5000万人服用过氯丙嗪。更厉害的是，这款药不仅让精神病症状得到了控制，它对大脑神经递质和受体的影响也被科学家深入研究，从而揭示了神经元之间怎么传话的秘密。这可不是一般的副产品，它直接推动了我们对大脑如何运作、情绪如何形成，乃至抑郁和焦虑为何发生的深层理解。从此以后，抗抑郁药、抗焦虑药，甚至治疗躁郁症和精神分裂的药物才有了科学依据，也有了更多研发的方向。可以说，这不是一颗让人冷静的药，更是一颗开启现代精神医学大门的钥匙。20世纪20-30年代，科学家们研发出一种叫氮介的化学武器，原本是为了战争服务的，说白了就是毒气弹，用来摧毁敌人。但历史有时候就爱开玩笑，到了1940年代，人们意外发现其中一种叫 HN2 氮介类药物，学名 Meclorethamine 的化合物，对打仗或许没那么有效，可对打癌却出奇的管用，尤其是对淋巴瘤这种癌症。于是这位战场毒药就被改行当了手术刀，成了人类对抗癌症的先锋。到了1949年，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正式批准它作为首个抗癌药物上市。这是癌症治疗史上的一个大转折。谁能想到，
一种本来用来杀人的毒药，最后却变成了救人的良方。1987年 FDA 批准了一款名字有点拗口的新药，奇多夫定，又叫 EST。 这款药的上市标志着人类与艾滋病抗争史上的一次重大突破。虽然它不能彻底治愈艾滋病，但它却能显著延长患者的寿命。更关键的是， EST 是第一款被称为核苷类逆转录酶抑制剂的药物。这类药物后来成了整个艾滋病治疗体系的定海神针。随着这类抗逆转录病毒药物不断发展，尤其是在全球范围内逐渐实现广泛可及，进入21世纪之后，艾滋病相关的死亡人数开始逐年下降。曾几何时， HIV 感染几乎等同于死刑判决，而如今，靠着这一类药物，人类终于拥有了对抗它的武器和希望。早在1920年代初，奥地利科学家路德维希·哈贝兰特就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：激素可以用来避孕。他在论文中写道，既然激素能调控生育，那么也许可以用它来人为地控制生育，至少在动物身上是可行的。据说他后来甚至悄悄在临床上做过尝试，这在当时可不是一件光明正大的事。要知道，那个年代讨论避孕几乎等同于挑战道德底线，不少同行都对他嗤之以鼻。可惜，哈贝兰特的研究还没来得及开花结果，他就于1932年自杀身亡，留下未尽的事业。直到20年后，避孕药的研究才被重新提上日程。这一次是美国社会活动家玛格丽特·桑格推动了整个项目的进展。在他的坚持下，人类终于迎来了第一颗口服避孕药，并于1960年在美国获得批准上市。这颗小药丸不仅改变了女性的命运，更深远地影响了家庭、性别角色与整个人类社会的结构。1928年，苏格兰细菌学家亚历山大·弗莱明正在清理一些被霉菌污染的培养皿。换做别人可能早就一丢了之，但他却突然注意到，那些有霉菌的地方，周围的细菌居然全死光了。这不是意外，而是奇迹。他很快发现，杀死细菌的是霉菌释放的一种神秘物质，后来被命名为青霉素。但仅仅发现还不够，真正让青霉素走进医院拯救生命的，是2位后来者，澳大利亚病理学家霍华德·弗洛里和英国生化学家恩斯特·切恩。他们成功将这种物质提纯、稳定并量产，造就了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抗生素革命。有趣的是，弗莱明的好运气似乎总和污染有关。他在1921年还发现了一种叫溶菌酶的天然抗菌酶，原因是他不小心把自己的感冒病毒带进了实验里。所以说，别小看实验室里的脏东西，它们有时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宝贵。从胰岛素的默默先驱，到避孕药背后的社会争议，从战场毒剂的身份转变，到霉菌带来的生命奇迹，这些药物的诞生，告诉我们一个朴素却震撼的真理：医学的进步往往不是直线前行的，它拐过弯，走过岔路，甚至从错误中生出光芒。它们不仅改变了治疗方式，也改变了我们对生老病死的理解。而未来的第8种神药在哪里？也许就在今天某个实验室的一角，悄悄等待被发现。